大家好，这里是徐月梦啊。今天的话，我们继续耶路撒冷史的精读第一卷下半部分。上一期啊，我说数据不好的话就不做了啊。看播放量的话，应该是没有第二期了。但是这个点赞率和投币量啊，这实在是盛情难却。播放量低那是我自己的问题了。好了，废话不多说啊，我们继续。上一期我们说到啊，隐修士彼得的队伍历经千辛万苦啊，杀了几千人，又死了几万人，终于到了君士坦丁堡，非常精彩。但是远不如这一期要讲的第一卷后半部分精彩啊，远不如，远远不如。正式开始，第一卷第15节啊，彼得来到了这个阿莱克修斯皇帝面前。大家或许还记得啊，前文彼得与菲利普波利斯向希腊士兵吐苦水啊，受到了极多的金子、银子和牲畜，口才那叫一个顶级啊。这次的皇帝会面啊，更是彰显出了这个彼得的3寸不烂之舌，标准的三明治谈话法。第一层，致敬皇帝。皇帝您贵安。第二层，在你的境内啊，我可受了不少苦，你没忘了吧？第三层，但是我不在乎啊，并且马上有更多人来帮你。皇帝呢被拿捏的死死的，彼得紧接着就开始哭穷了，说自己没钱没经费啊。皇帝立刻给彼得拿了200金币，又给了十字军大量的特塔塔伦。首先，怎么就没钱呢？前文不是说希腊士民给你们拿了极多的金银货币和牲畜吗？你这是拿同教兄弟当穆斯林整啊！再简单提一嘴东罗马的货币，原先啊有4种货币：正常的金币、税金币、银币和铜币。正常的金币比税金币呢要轻1/12，政府支付用轻点的金币，收税的时候呢用重一点的，用这个差价呢来实现税收。现辈的皇帝阿莱克修斯呢改革了货币系统，改成了5种货币：金币、金银合金币、银铜合金币、全铜币和半铜币。这里呢，皇帝赏给彼得的200金币，就是改革之后的海斯提伦金币，含金量85%。给予十字军队伍的特拉塔伦是标准铜币啊，和金币的兑换率大概是1:300到400。另外有一个常见的误区要解释一下啊，特塔塔伦币在改革之前指的是稍微轻一点的正常金币，改革后指的是铜币。现在是改革后的第4年啊，所以几乎可以肯定，皇帝刚才给十字军的就是全铜币。会谈结束后，十字军在军堡附近啊又待了5天，采购了一些物资，并且和沃尔特的部队会合了啊，那就不对了呀，因为彼得啊在尼什的时候教书的人质里有沃尔特啊，所以呢我去查证了很久很久啊，发现确实是我错了。彼得在尼什教书的人质沃尔特是另一个人啊，负责协助彼得领导部队的。为了区分啊，先锋将沃尔特还叫这个名字，随彼得来的这个呢，我们就叫他副官沃尔特。接下来是地名轰炸环节，并且有错误啊，我稍微慢点说。5天后，在皇帝的帮助下，十字军跨越了圣乔治海峡，这是一个比较老的名字，现代名呢是博斯普鲁斯海峡。过海峡之前是欧洲，过了之后就算到亚洲了。阿尔伯特这里记载呢，过了海峡之后，十字军进入了卡帕多西亚地界啊，这是一处明显的地理知识错误啊。参了下拉丁的原文，这里写的是卡帕多西亚 Interantus 进入了卡帕多西亚地界，那没错，就是这儿。然后经山区向尼科梅底亚挺进啊，在那里度过1晚之后，十字军于奇维特港口扎营。到现在为止啊，十字军距离军堡的直线距离都不超过100里，那总不能是先在距离1500里开外的卡帕多西亚登陆，然后又折回来，对吧？所以前面我说啊，这是非常明显的一处地理知识错误。之后呢，还有很多地理错误啊，到时候再说。再回过头啊，说十字军驻扎的奇维特港口啊，虽说是刚离开东罗马首都，但是已经到边境地区了。皇帝这边持续的派商人送来葡萄酒、谷物、油、大麦和奶酪，大伙吃那样一个爽啊！正打算继续前进的时候呢，皇帝又派来使者告诉他们啊，前面你不能再前进了，前面有穆斯林突厥蛮子伏击，必须等更多的十字军加入他们才能继续前进。于是啊，彼得这几万人十字军啊，就在港口爽了2个月，没有受到任何突厥蛮子的攻击，吃的那叫一个好，睡的那叫一个香，完全没有预感到即将发生的灭顶之灾。第16节，意外又发生了。这2个月的安逸啊，以及多样且充足的食物补给，使得彼得帐下这些人啊变得放荡且不可驾驭。他们违背了皇帝的警告与彼得的意愿，经山区进入了尼西亚土地和突厥王公苏雷曼的领土。他们疯狂地劫掠目之所及的所有牲畜，
而且啊，这些牧群还不是穆斯林的啊，都是当地希腊人的牧群啊，只是土地被征服了，他们从属于穆斯林而已。彼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非常伤心啊。他知道这一定是有报应的，他还知道劝告这些愚蠢的人是没有作用的。很快，劫掠升级为了有组织的大规模劫掠，因为这些人啊，不再满足于随便抢一抢了，他们想当着穆斯林的面去尼西亚城外抢。十字军这边的洛林人和法兰西人，他们集合起了7000步兵和300骑兵，擎着旗帜，高调的从尼西亚城外草场劫掠回来了700头牛和其他的牲畜。带回来之后呢，又举行了庞大且丰盛的宴会，除了自己吃的，其他的都卖给了皇帝派来送补给的商人和海员啊，赚了不少钱。你这叫什么圣战十字军啊，对吧？这就是纯粹的由经济利益驱动的强盗，在当地疯狂的劫掠销赃且根本没人管的强盗。很快，德意志人啊，也就是施瓦卜人，看到了洛林和法兰西人这么爽，他们也忍不住了，集结起了3000步兵和200骑兵啊，又一次擎着旗帜出发了。他们到了3公里开外苏雷曼的一处城堡，除了基督教希腊人之外，全部屠杀驱逐了。紧接着，更危险的想法诞生了：我们何不占领这座城堡呢？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劫掠来的财物和食物都储存在这里，然后啊，高枕无忧的和苏雷曼战斗到底，直到彼得口中伯爵和公爵那些权贵军队到来。第17节，彼得说的权贵军队没来，但是穆斯林来了。苏雷曼听说十字军真的来了仅用了2天时间，就立刻集结起了1.5万军队，开到了尼西亚城。到了之后呢，他又听说自己的城堡被攻陷了，自己的人被屠杀驱逐本来就痛苦的苏雷曼更绷不住了。第3天太阳刚升起，苏雷曼就立刻亲率大军杀到了德意志人攻陷占领的城堡处，弓箭手对着城墙上的德意志人疯狂的倾泻箭雨，直到十字军从城墙上撤了下来该攻坚了。突厥人开始试图爬过城墙夺回城堡，德意志人一看又从庇护下出来，登上了城墙开始防守非常的顽强。于是穆斯林改变了战术开始火攻，大量的木材堆积在了城堡门口并点燃，要塞中大部分的建筑都被引燃了，很多德意志人被烧死在城堡中，还有为了活命从城墙上跳下去的，跳下去也没用下面都是穆斯林，跳下去无非死得痛快点。很快战斗结束了而有趣的地方才刚刚出现。这里呢，苏雷曼带走了大约200名俊俏的有着年轻面孔和身体的俘虏其他人就都杀了。我去看了一下拉丁原文几乎可以肯定这里的俘虏指的就是男性。再说了，出发的时候就是为劫掠和战斗，本来就不可能携带女性。我们再来说说这些俊俏的看着年轻身体也年轻的男性俘虏会拿去做什么。第一个可能性，拿去训练一下作为性奴了。第二个可能性是作为极高价值的奴隶被贩卖。除了穆斯林世界的权贵之外，军堡呢也是一个巨大的奴隶消费中心，很有可能就近卖到军堡了。被买回去之后呢，又有3种可能性第一呢，作为异国风情、相貌出众的仆从服侍主人，这是彰显财富与社会地位的标志。第二，作为宦官太监，东罗马和穆斯林世界都非常喜欢阉割年轻漂亮男孩作为这个男奴。第三又是性奴。首先呢，阿尔伯特这里的说明就很有可能是暗示这些人被掳走做性奴了，对吧？面部年轻，身体也年轻对吧？其次原因呢，当时的拜占庭帝国和穆斯林世界是非常流行这种同性情感的。拜占庭对吧？罗马遗风，罗马帝国时期就非常流行了。穆斯林这边流行呢，更多的是因为宗教问题，男女隔离的比较绝对，这个环境呢就更容易催生同性情感。直到现在也是，像是恶搞之家和无耻之徒这些剧但凡提到男同就必定离不开穆斯林。好了，言归正传第18节，苏雷曼复仇之后带着这个俘虏就离开了。而德意志人被屠杀的消息呢，很快就传回了彼得的营地当时就炸了锅了。有人想立刻为苏雷曼这次的复仇而复仇，还有人想等彼得回来之后再说，要完全按照彼得的意见行事。彼得最近几天去军堡面见皇帝了，商谈补给事务。这个时候，先锋沃尔特站了出来打断了讨论。他表示要大家等彼得回来之后再说，要完全按照彼得的意见行事。大伙儿一听先锋沃尔特这么说，都安静下来了，开始等彼得。等来等去，等了8天还是没有等到彼得回来的消息，反倒是先等到了穆斯林的消息。穆斯林这边派出了100人侦察队伍，他们斩首了附近游荡的一些散落十字军朝圣者。这样的传言
很快在营地中就传播开来了。大伙儿决定，如果是真的，我们就去追击这些人，给他们杀了报仇。第19节，营地这边确认了传言是真的，步兵们全部集合了起来，面见了前文我们提到几位首领啊，先登小将赖诺尔德和葛德弗里，先锋沃尔特、副官沃尔特以及福尔谢。除了这个葛德弗里之外，其他几位首领都拒绝了步兵们的请求，必须等彼得回来之后再说。葛德弗里一听就急了啊，等什么等？复仇能等吗？啊妈的一帮怂货！从早上骂街到晚上啊，词儿都没重复过。骂完街就去激情演讲啊，鼓动军心。演讲回来继续骂街嘲讽。很快啊，几位首领被这个侮辱嘲讽到绷不住了。不就是复仇吗？啊，无非就是一死啊，干就完了。整个营地所有人全部武装了起来啊，整整25000步兵和500名骑士，轰轰烈烈的出发前往尼西亚城了。营地中就剩下了没有武器和换兵的人了，以及无以计数的女性。这支庞大的军队呢，分为了6个阵列，给予了各自的旗帜，分左右两侧行军。他们在彼得不知情的情况下，前进了大约5公里啊，在这个森林群山中穿梭。而苏利曼这边听说之后，也带着他的军队从尼西亚城出发，从另一头进入了森林。很快两军碰面了啊，但是十字军啊毫不知情。文中写道，苏利曼听到基督徒啊猛烈的宣道声啊，非常惊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情绪这么高涨，但是他很确认啊，这是要来攻打自己了。于是他带着军队啊又撤出了森林，在森林外的平原上摆好了阵型，以逸待劳。第20节，十字军从林子里边出来了，并且发现了苏利曼军队啊，两军交战在即。十字军派出了包含500名骑士的2个阵列，苏雷曼这边则是全军出击啊。第一轮交战，以逸待劳的突厥骑兵爆发出了难以置信的吼叫声啊，随之而来的便是无尽的箭雨。没等他们反应过来，穆斯林骑兵冲进了十字军的2个阵列，重创了他们，并且将骑士与后方的步兵隔离开来。骑士们冲刷过后啊，回转码头一看，哎呀，步兵被隔离开了，只能咬牙继续冲锋啊，试着和步兵会合。片刻之间，200名突厥骑士啊被十字军战士杀死了。突厥人立刻调整了战术，开始放箭射杀骑士们的马匹啊，效果非常显著啊，骑士们都该不行了。第21节，先锋将沃尔特连中7箭，射穿了左甲和胸膛啊，当场丧命。他作为书中啊第一个出发朝圣的贵族，第一个到达君宝的贵族，现在呢又成为了书中第一个丧命的贵族。他虔诚的灵魂一定能够上到天堂。好了，没有时间为先锋沃尔特默哀了。紧接着，先锋赖诺尔德与福尔谢，他们2个人也被穆斯林当场杀死了。副官沃尔特不知下落，5位首领当场死了3个，失踪了1个。只有先登葛德弗里与其子沃尔特逃回了步兵阵列中啊，没错，第3个沃尔特出现了。之前辱骂羞辱其他首领不敢应战的葛德弗里逃跑了，他居然逃跑了。这一逃离呢也不要紧，要紧的是步兵发现他们逃跑了，而且就逃跑过来他一个，其他4个首领看不着了，那还犹豫什么呀？跑吧，对吧？几万人轰轰烈烈来，现在又开始轰轰烈烈逃跑。突厥人一看啊，这还犹豫什么呀？对吧？追吧！十字军怎么来这5公里，穆斯林就怎么追这5公里，追到就杀，抓到就砍啊！硬是追到了十字军的营地中。来到了营地一看啊，这个身体不好的、患病的、腿脚不好的、教士、修士、老妇女、怀抱小孩子，年龄有大有小啊。弗雷曼一看心软了啊，他最见不得这种老弱病残了啊，一摆手，快把他们全都杀了啊！我就心软，见不得这种老弱病残。那突厥军队一听啊，那听命吧，对吧？手起刀落，给所有人全都杀了。除了年轻的小女孩和修女，以及没有胡须、脸庞俊俏的年轻男性啊，至于这些人抓走之后会怎么样啊？之前我们说过了，不赘叙了。除了这些俘虏之外呢，连同帐篷、财物、衣服和牲畜都打包带回这个尼西亚了。再来说十字军这边的溃军啊，大概3000人左右，逃到了营地附近的一座废弃城堡中。但可惜啊，这个城堡太烂了，连门和城墙都是破烂的。他们把盾牌堆放到了门口，又找来了石头啊，临时修补了城墙。紧接着穆斯林来了啊，一看这临时的工程啊，构建的还不错啊，没法强攻，于是拉弓朝天放，抛射到城墙中。据说很多人在这轮抛射中啊就被杀死了，但是溃军没有选择投降，因为他们知道投降了一样是死啊，不如躲着能多活一会儿。第22节，围攻仍在继续啊，到了第2天中午了，
这3000人啊还被围着，死活就是不投降。与此同时，一位信使趁着夜色沉船渡海，到了君士坦丁堡，找到了彼得，一五一十的把十字军的毁灭啊告诉了彼得。彼得一听就绷不住了，对吧？立刻转头求皇帝救救这所剩无几的溃军吧。皇帝阿莱克修斯啊，因为怜悯而被打动，他将所有的快速反应部队都集合了起来，派去拯救彼得的溃军啊，打败突厥人，解救围困。命令下达之后的当天夜里，突厥人就带着俘虏就离开了，被围困的十字军溃军啊，就这样子被救了出来啊。这里的故事呢，就先告一段落了。第23节，新的角色登场了。在视频开头啊，这个彼得十字军穿过海峡之后，一位名叫葛特沙尔克的德意志教士受到了鼓舞，靠着演讲，从洛林、东法兰克、巴伐利亚以及施瓦本等不同地区啊，聚集起了 1.5 万人，而且聚集了数不胜数的金钱和必需品。书中描写啊，这支部队的组成啊非常夸张，骑士同步兵大众一样多，这是一个夸张的比喻啊，总不能是7500的骑士和7500的步兵和平民，这个比例也不对。总之，阿尔伯特想表达的意思呢，就是很强大，很有实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洛林、东法兰克、巴伐利亚和施瓦本这个组成啊，与彼得十字军有很大区别。这几个地方可都是德意志地盘啊，这15000人是相对单一的民族组成，不仅强大，还很团结。很快，他们到了匈牙利王国境内的墨索尼，接着被授予了补给权，国王也下达了命令啊，双方宣告和平。这一切都太过于顺利了啊！意外该发生了，这支军队啊，在这里停留了太多天了。这帮被阿尔伯特称为粗暴民族的德意志人逐渐松懈，他们喝完了自己的酒，开始从匈牙利那里偷酒喝，很快就发展成为了抢夺牛羊杀牲畜啊，谁阻挡就杀谁啊，连人也杀。文中写道，他们还做了其他许多我们无法尽述的可耻之事，甚至因为和当地人吵了一架啊，就拿木桩钉在了一个匈牙利年轻人的下体处。很快啊，这些烂事就传到了匈牙利国王以及其他的匈牙利王公耳中。第24节，国王因为十字军的恶行啊，感到焦虑不安，整个王室也陷入了混乱。于是国王下令武装部队报复那些十字军朝圣者，绝不宽恕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葛特沙尔克的十字军队伍啊，也听了这一骇人消息，十字军全军集结了起来，驻扎于圣马丁礼拜堂旁边的贝尔格莱平原上。这里呢是一处地理知识错误，贝尔格莱德平原距离墨索尼400多公里啊，并且也没有圣马丁礼拜堂，最有可能的是南边50公里外的潘诺恩哈尔姆，这里有一处供奉圣马丁的修道院。很快啊，匈牙利的王军挥师来到平原了，两军交战在即。国王看着这边装备精良且准备赴死顽抗的十字军啊，犹豫了起来。真要是正面交战的话，王军的损失恐怕不小。既然武力行不通啊，那就用诡计。国王向十字军派去了一名使者，使者到了十字军阵营中啊，找到了葛特沙尔克，说道：“葛特沙尔克，你听着。”这边葛特沙尔克回道：“我听着呢。”使者继续说啊，国王已经完全知晓了你们所犯下的罪行，但是他认为啊，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是文明礼貌的好德意志人，那些坏德意志人啊，他们犯下的罪行也为你们带来不少困扰嘛，不比这个王国和人民遭受的少。葛特沙尔克一听啊，这乐坏了啊，匈牙利国王这么好的吗？那我们是能离开这里继续朝圣了吗？使节继续说道啊，但是无论怎么讲，你们还是要赔罪的。为了保证你们不再惹是生非，必须交出所有的武器。想要国王和王公们友善对待你们，还得交出所有钱，不然的话啊，你们都看到王军了吧？他们立刻冲过来，给你们都杀了，谁也活不了。这么一套恩威并施，双管齐下，给紧绷的葛特沙尔克听垮了，立刻在军中发起了提议，并且得到了所有人同意。这15000十字军啊，交出他们所有的甲胄、头盔、武器还有金钱啊，全都交给国王派收缴官员。官员拉着这些东西啊，回到了王宫，武器和装备安安稳稳的存放在一个房间中，金钱全部倾倒到了国王金库中啊。都放好之后呢，匈牙利国王可算松了口气啊，一摆手，快把他们全都杀了啊！这下我军就颇有损失了嘛。十字军15000人全部被杀死，尸体和鲜血啊覆盖了整个平原，只有少数人侥幸逃出来啊。至此，十字军第3支队伍的故事也告一段落了。第25节，继先锋沃尔特、殉道者彼得以及葛特沙尔克的故事都告一段落之后呢，第4支部队出现了。庞大到无以计数的人们啊，聚集到了一起。他们来自法兰西、英格兰、
弗兰德斯和洛林，带着十字标志与全部的家当、财物和装备，准备前往耶路撒冷。可惜啊，这批人的纪律和组织度啊，甚至都不如葛德沙尔克的队伍。书中写道，他们根本没有戒除不正当的性关系和私通。一路上啊，大伙儿没有节制的疯狂的寻欢作乐啊，欢愉不断。第26节啊，经典环节到了。阿尔伯特写道，不清楚是因为上帝的审判还是思想错乱啊，这帮人突然开始攻击杀戮犹太人了。在洛林王国啊，尤其的严重。他们认为这场远征并不是要去拯救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而是要清君侧。这场远征是为了讨伐基督教之敌人，杀害耶稣的犹太人，这不就是潜藏在我们身边最该死最该杀的敌人吗？于是屠杀开始了。首先是德国科隆市民们，他们突然袭击了当地犹太人社区啊，杀了很多人，烧毁了他们的房屋与会堂，瓜分抢掠了犹太人的钱财啊。有大约200名犹太人逃了出来，准备乘船顺着莱茵河北上逃往这个诺伊斯。接着在逃亡过程中啊，他们被十字军发现了，被屠杀的干净，全部都砍死了。第27节，这也是我目前读到最令我震撼的一节。十字军继续前进，到达了美因兹，在那里伯爵艾米舒率领着众多德意志军队正在等着十字军到来，意图加入十字军这庞大队伍。除了伯爵之外啊，还有更加有十字军的人，那就是犹太人。这座城市的犹太人啊，听说了自己的同胞被残忍的屠杀，他们明白自己是逃不走了，于是找到了城中啊至高级别的主教卢塔特，他们把自己的财富全部寄托给了主教，而主教把他们安排到教堂最宽敞的一个厅堂，尽可能保护他们不被伯爵艾米舒发现。有用吗？没用。次日太阳升起，艾米舒带着军队破坏了教堂大门，在这里呢，有大约700名犹太人被屠杀，无论是妇女还是儿童，全都杀不分年龄不分性别。教堂中的犹太人看到十字军这样的无理由屠杀，纷纷选择自尽，选择杀死自己的亲人、兄妹、朋友和孩子们。那些犹太人母亲则绝望地用匕首亲手杀死他们自己还在哺乳期的孩子，刺穿了他们的喉咙。他们宁愿死于自己人之手，也不愿被那些未受割礼的基督徒杀死。第28节，在这场屠杀之中呢，只有少数犹太人逃走了，还有少数犹太人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被施以了洗礼，以背叛自己的信仰为代价，换取了苟命存活。接着话锋一转到十字军，屠杀之后，伯爵艾米舒、克莱姆鲍德、托马斯以及之前我们提到疯狂寻欢作乐那支营军一道出发，继续前往耶路撒冷，向着匈牙利行进。很快他们到了匈牙利境内的墨索尼城堡，我没搜到这个城堡信息应该指的是莫熊马扎尔堡。十字军来了之后发现这个城堡全部紧闭，匈牙利人根本不敢接触十字军，因为之前被坑杀的十字军尸体还在这儿堆着没腐烂呢。更不用说艾米舒带领的十字军可是高达整整20万人的，骑兵数量更是高达3000，非常恐怖且不真实的数量。艾米舒向国王派去使者寻求和平，国王哪敢同意真要是开门放你们进来了，那说屠就屠了，20万人呢，这谁拦得住接着艾米舒3个人就开了个会，讨论了一下，既然和平商谈行不通，那就攻城，一边修建桥梁渡河，一边攻城，来回拉扯打拉锯战。某天晚上9点托马斯、克莱姆鲍德还有第一次出场的威廉3个人带着300骑兵伏击了一队700人的匈牙利骑兵队伍不仅以少胜多，还重创了匈牙利人骑兵打得他们落花而逃。威廉还斩首了这支敌军骑兵队伍的首领。第29节，这样日复一日拉锯战使得十字军疲惫不堪，食物储备也即将告罄，是时候最终决战了。一些人穿过了修建好的桥梁，主力则开始全力进攻城堡。匈牙利国王听说攻城开始之后也没闲着披甲上马，远远地看着城堡，只要城防一被攻破立马亲率全军逃往罗斯国。正当一切向着十字军顺利发展，他们通过了一个巨大的缺口突破了城墙时候，突然全军感到极其的恐惧惊慌失措，四处逃窜。匈牙利人一看连同国王一起立刻全军出击，开始追杀十字军就这么杀了整整一夜，无论男女全都被匈牙利人屠杀了。多瑙河与莱塔河都被十字军的鲜血染红，还有极多的
无以计数的人因为害怕屠杀，跳入了河中被淹死了。只有前文我们提到的4位领导者与极其少数的人逃离了这片尸山血海。伯爵艾米树原路逃离了这里，托马斯和克莱姆鲍德逃去了卡林西亚方向。威廉这里没有提到。阿尔伯特说道，战局这样的突然逆转直到后面被屠杀，是因为这批十字军罪孽太重，过度的赢得通奸导致的。他们朝圣是因为对金钱的欲望，对犹太人杀戮的欲望，而不是为了上帝的正义。上帝是公正的，是否信仰基督教必须是自愿选择，而非是不敢信就杀。强迫犹太人接受洗礼，这是错误的。第30节也是这一卷的最后一节，这节算是纯骂街纯粹的神学批判。阿尔伯特说道，这第4支十字军还有其他可憎的恶行，比如他们声称一只大鹅还有一只母山羊受到了圣灵的启发，他们把这2只牲畜当做了前往耶路撒冷的领导者，并且极其崇拜这些牲畜。阿尔伯特指出了3部分的指证第一部分反问，难道耶稣能愿意让畜生去朝圣吗？耶稣基督屈尊降贵，用自己的宝血作为代价，才将人类从原罪和偶像崇拜的污秽中拯救出来。第二部分回答，耶稣升入天国之后呢，已经指定了与其相配得上的主教与修道院的院长作为领袖、引路人和导师了，而非是愚蠢没有理性的牲畜。第三部分类比，这样的事儿呢也不是头一发生了这样的蠢事以前也发生过。当布公在摩西、约书亚和上帝的其他仆从时代就被发现了，他的威严之权杖被他深渊的上帝拿走并且净化之后，主上帝已将这些还到他们脑中。这段非常的拗口，其实就是引经据典，提到了出埃及记的一个章节，金牛犊事件。先知摩西领导以色列人摆脱奴役之后，在等先知摩西去十诫的时候呢，以色列人铸造了一只金牛犊，并奉这个金牛犊为神。摩西回来之后发现以色列人背叛了信仰，于是领导利未支派屠杀了3000拜金牛犊派的以色列人。故事里的以色列人就是这第4支十字军，先知摩西就是主教与修道院长，金牛犊就是鹅与山羊。奉金牛犊为神就等同于相信鹅与山羊是神人向导。以色列人被利未支派屠杀，就等同于第4支十字军被匈牙利人屠杀。阿尔伯特想表达传达观点非常简单，这群十字军的失败根本就不是军事问题，而是一个重复上演的神学悲剧。全军覆没不是偶然，而是命中注定。背叛上帝就一定会被降下毁灭性的审判。至此，在阿尔伯特的神学教诲下，第1卷结束了。但是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欧洲最顶级的贵族们终于登场了，点赞过1000，我马上去准备第3期视频这里是西人梦，我们下期见。